本期首先要为大家推荐一款什么都能收藏的稍后阅读神器——收去云书签。如果你和我一样，在手机上遇到一些有用的干货或是感兴趣的文章，想先收藏起来，有空再看，或者想用的时候能随时找到，那就试试收去云书签吧。集中收藏、离线阅读、分类整理、语音朗读，收去云书签不但能帮你把任何 APP 中的好内容都集中收藏到一起，而且你再也不会只收不看，或者想用的时候找不到了。现在就去下载收去云书签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期视频呢，咱们不聊手机啊，这个聊得多了，可能有点这个审美疲劳，是吧？关注咱们视频频道和公众号的小伙伴都知道啊，小白呢经常给大家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科技硬件的体验视频啊。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疆最新发布的 Mavic 御这个便携式的无人机啊，这个非常有科技范儿的这么一个小产品啊。我录制这台无人机视频的时候呢，是22号。现在这台无人机好像还没有上市。我在二手东看了一下，24号还是25号才发货啊。这也是我第二次拿到还没有上市的产品。上一次是一个美版的 Moto X 级那台手机，也是提前了大概将近1个月吧。这台呢也是一个大疆的一个朋友，然后呢先给到我，让我呢体验一下，是吧？然后我也顺便呢能给大家做一个体验视频。这台 Mavic 无人机呢，主打的是便携性，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如果把它做小了、做精致了，就像手机一样把它做薄了，势必会牺牲一些电池。而这台这个无人机呢，则是在这个做到便携性的同时，并没有牺牲掉性能，或者是电池啊，或者是一些云台的一些素质啊。这个后边的体验中呢，小白再详细跟大家聊。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疑惑的呢，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像一个矿泉水瓶大小，就拿在我手里，是吧？怎么会是一个这个不牺牲性能的无人机呢？不客观，真体验 Mavic 无人机马上开始。OK。在这儿也跟大家解释一下，由于我们这次拿到的呢是这个 Mavic 的，算是一个实验品吧，所以说呢并没有这个包装盒啊，因为它还没有上市，算是一个这个工程试验品。然后它寄过来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保护袋包起来寄过来的，非常的简陋，但是还是不影响它的这个品质感。整个呢就是分为3大块，第一个呢就是遥控器，然后就是无人机的这个主体，还有就是大疆的这个充电线了。这个充电器呢，除了智能电池的插口之外呢，还带2个 USB 的插口，可以同时给无人机和遥控器一起充电。另外，你还可以再插一根数据线给你的手机充电，如果是放在你家里充电的话啊。好了，这个就没什么介绍了，咱们先拿到旁边。主体呢就是这2个了。首先呢来说一下这个遥控器啊，这个遥控器呢拿到手里的时候呢，非常怀旧啊，让我有一种那个红白机手柄的感觉。这个大小，这个特别像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大小。我这手上呢是一台 iPhone 7， 4.7寸的，大概呢这个大小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厚度上呢还是非常厚的啊，非常扎实，握在手里面。它这个遥控器呢非常特别啊，那个大家知道那个精灵4这遥控器它是把这个屏幕呢架在上边的，而这个 Mavic 御的这个遥控器呢，大家看一下，我要变形啊，是这样的，是把手机卡在这个位置啊。先说一下，它这边呢有一个连接线在它的左侧，可以把这个遥控器呢跟你的手机串联，然后是用一根专门的数据线，这个长度呢是根据它的这个遥控器来定做的这个是附带一个Lightning 接口的数据线，就是苹果手机直连的这个数据线。如果要是安卓手机呢，好像是需要单买不过它最终的这个标配版里边呢有没有，我暂时也不太清楚啊。它这个下面卡手机的这个卡扣呢不是很松，也不是很紧，给你一种很扎实的感觉啊，握在手里面有一定的安全感啊，而且整个的手感呢也非常不错。后面来看，如果换成 iPhone 7 Plus 呢，整个就和谐了一些大家还知道这个精灵4上面那个数据线就是这个裸露在外面，可以缠在它这个天线的下面而
这个遥控器呢，它的整个这个数据线呢，专门设计了一个手柄的卡槽，然后可以把数据线呢在里边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所以说，无论是这个5.5寸的手机，还是4.7寸或者是5寸的手机，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固定位置。整个这个手柄呢，设计的质感呢非常的精良外边这个表层呢是一层磨砂的这个涂层，看起来呢非常的有质感，摸起来的时候呢很扎实整个这个用料，而且这个重量上呢也不是很重，比较适中。这个按钮上面呢做工呢还是和精灵4上面那个基本一样的都是非常扎实的对大疆的产品呢，咱们总是说一个改变了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印象，这个确实是后面呢是2颗自定按钮，快捷的拍照、快捷的录像按钮，一键返回，还有一个暂停的功能这个暂停按钮呢，到后面的这个体验中呢再和大家聊遥控器呢就简单和大家说一下它也专门的有一个 USB 的插口，可以对它进行升级之类的。OK， 放在这里，非常有科技感。OK， 下面呢就是这个 Mavic 无人机的这个主体了Mavic Pro 它的中文名字叫御，是御驾亲征的那个御整个这个产品呢大小，我现在和这是 iPhone 7 Plus 的盒子大小基本差不多，比一个宽肩水平还要矮一些，所以说这也是它这次主打的一个点，就是超便携性，真的非常小。现在呢我把这个无人机给大家展开这一步还是非常神奇的整个这个结构设计呢，可以看到这个设计师的用心。首先，两边把它展开，是它的2个前脚。然后下边这一步呢就比较逗了，一般人理解呢可能是这样回扳是吧？其实不是，它是往下这样转，这是充分利用了每一个空间就是正面是这个样子。然后它整个的这个机身打开之后放在平面上的时候，前后并不是平衡的，后面呢要稍微的低一些，就是它的后面呢是在这个机身下面设置了2个角是在这里，是这个接触地面。OK，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没有赞助商，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如果你觉得每一期1-20分钟的视频不过瘾，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好吧，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首先是每天晚上与你语音聊天，分享科技圈的最新资讯，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小白黑科技商城正式上线了智能家机、手机配件奇趣潮品全部都是小白亲自选的，而且大部分呢我也都亲自的体验过有事没事去逛一逛，每晚开车不见不散哦。它的前脚之所以设计的高一些呢，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为了保护它前面的这个比较小、比较精致的这个云台，因为无人机比较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影像这一块了。OK， 下面呢咱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云台整个这个云台呢有一个塑料罩把它保护到了一些。我看这个大疆国外的一些视频就是他们那边体验的可能比较早，尤其是在美国那边，有一些这个体验者呢是没有把这个罩给它打开的。但是我询问了一下大疆中国官方的人员他说，在录制的过程中呢，最好是把它打开，是要把它拿下来的。这个塑料罩呢，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为了在运输过程中呢起到一个保护云台这个作用。一些这个体验者没有把它拆下来呢，是因为这个云台这个活动呢，基本上就可以在这个小罩子里面完成但是如果你要是高空拍摄的话，比如说遇到一些风或者是气温上的一些变化，在这个罩上面会影响它镜头的一些拍摄，比如说反光之类的一些问题。它的这个云台后面呢还有一个小卡扣，这样可以取下来，然后它整个这个云台就活动了。这个小云台呢，也是它发布的时候我最关注的一个点如何把一个小小的 4K 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 4K 的，做到这么小，然后也是做到这个灵敏度这么高，是吧？它的整个这个拍照的素质呢，相对精灵4来说，我这边是暂时没有精灵4不能这个对它直接做对比，但是根据国外的一些体验视频呢，是稍微差那么一丢丢，但是其实也差不多。你在使用过程中呢，基本上是和那个精灵4的整个镜头呢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唯一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点呢，就是它的活动范围。Mavic 的相机视角就是它的负值呢是相对精灵4小一些的，78.8度，精灵4呢是94度，但是云台的活动范围呢和精灵4是一样的，只能控制俯仰-90到30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整个这个云台比较脆弱，如果要是你这个降落的时候地面有一块凸起，直接撞到这个云台上面，
有的时候加上保护罩也是可以的，是吧？这个到户外的时候呢，咱们再详细看啊。无人机的正前方呢有2个双目的定位的摄像头。这个呢就是起到了防碰撞的作用啊。这个在精灵4上推出的功能可以说是大受好评，因为在无人机飞的时候，尤其是你一个人飞的时候，你经常就关注这个拍摄，就是你的这个遥控器上的这个画面，而不去看这个无人机。没准呢，有的时候左右啊就会有一些树枝啊，或者是一些小东西、电线之类的，把这个无人机给绊下来，是吧？形成炸机就不好了。除了这个正前方的这个双目定位呢，下边呢还有4颗啊，这次一共是6个这个定位系统啊。这儿下面有2个双超声波定位，然后下面呢还有2个摄像头在它这个正下方。可以说对这个无人机的保护作用呢起到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说是它的这个腹部吧，是一整块这个金属板。这个强度呢，大家可以放心啊，整个的这个工业设计的这种质感啊，非常非常强。机身的左侧呢有一个小开槽，里面呢放的是它的储存卡，然后呢还有一个另外的按钮，就是 WiFi 或者是 RC 的这么一个波动按钮这个呢就是控制系统了。在这里特别说一句，除了这个遥控器控制之外，比如说你外出的时候，遥控器你都嫌沉，你都懒得带它，还可以用手机连 WiFi， 就是做成一个 WiFi 热点，然后直接与这个无人机相连，与 Mavic 相连，然后可以用手机直接来当遥控器来控制它不过我个人感觉，如果你上手这个遥控器的话，我感觉用它来说会非常非常方便。再说它也非常便携还是用遥控器好一些，显得更专业一点，是吧？在它的右边呢，就是一个 USB 的插孔了，然后可以连接数据线呢，对它机身呢进行一些升级。一开始我以为大疆要做一台超便携的无人机，这个螺旋桨可能是不可拆卸的。但是后来想了一下，无人机上的螺旋桨肯定还算是一个易碎品飞行过程中呢，难免新手会把它打坏了，坏了也可以更换。整个这个外观上呢是一个浅灰色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怪的我个人感觉这个颜色稍微不跳了一点就是不鲜艳，可能后期会出这个比如说什么鲜艳涂装的版本蓝色或者是黑色、白色之类的。整个无人机呢一共是有3盏灯在前边呢有2颗左右的翼角下面呢各有1个，然后后面就是它的尾部，这里有1颗指示灯了。这块智能电池呢也是比较小巧容量是3830毫安时，官方给出的数据呢可以飞27分钟，和精灵4基本上是无异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续航上面呢也不需要太担心。最关键的是它那个价格好像比精灵4还便宜些精灵4最近我是没有关注它是499的一个价格外出的话呢，由于它比较小如果要是真正的这种飞行爱好者呢，可以多备几块OK， 本期的 Mavic Pro 御这台无人机的静态部分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呢？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除了视频呢，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最重要的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由于视频的时长所限呢，我们把它分成了上下期这个下一期视频中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御这台无人机的机动性能、各个功能点还有小白的一些个人体验。OK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的实时动态。小白测评，每晚开车不见不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这个人看了，好，走开。